一定还会东山再起。这我信，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应该好好犒劳一下你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等等，我还有个条件。我听听。你不希望你的丈夫，前夫，去做老板？别让东西在你的律师手上。我的条件是，不管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东西交出去。笑话，他们怎么会听我的？他们当然听你的，他们是你的律师，代理你的事儿，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多给他们点钱。怎么了？我给了你那么多钱，10几个亿，你不会连这点钱都不出吧？OK， 我答应你。但是你现在就得告诉我，他们手里到底拿着什么证据？田总，这有茶和苏打水，您看喝哪个？哎呦，都行，谢谢。给您切水果。哇，手艺一般啊，胜利班师。田总，您这底价5000万，我给您谈到了3000万。是啊，真是没想到，你们真太厉害了，谢谢。我们帮您拟的离婚协议您看了吗？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啊，我看了，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啊，那我们就尽快跟对方签了吧。哦，对了，田总，那剩下的代理费，你要尽快交到我们所里的账上啊。啊，那是一定的呀。但是我有个条件。啊，您说。你们手里边有杨伟达强奸那个女孩的证据，我需要你们把它交给我，不能拿出来使用，也不能给当事人。田总，咱们签的这个代理是协议离婚，和别人没关系。跟别人没关系，跟我有关系。如果杨伟达知道他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强奸犯，那我提的任何要求他都不会答应的。所以我们才建议您抓紧时间和他离婚啊。跟你们透底吧，杨伟达知道你们手里有证据，所以这是他跟我提出来的条件，我要把它拿到手里。田总，我们无权把这个证据交给您，也不能向您保证不使用它。如果我们藏匿或者销毁证据，那可是犯罪，我们不可能那么做的。真的不可能吗？让我分析一下啊。你们既然手里边有证据，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夏小姐，反倒过来催我赶紧离婚？为什么呀？不就是要挣钱吗？挣钱又不丢人，既然想挣钱，那就挣大钱。你们开个价吧。田总，您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一个东西已经在这个世上存在了，它就不可能被彻底销毁。就算我不说，也会有别人说的。如果别人说，我再去找别人。现在不就是先解决你们吗？对不起，很遗憾，我们您是解决不掉的。咱们的代理关系还没有结束，你们真的不做吗？如果要以那件事为条件，我们宁可不做，也要把证据交给受害人。杨伟达是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如果他因为这个案件进去了，我们公司的信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更别说他是我们的股东。我们公司现在是你们的重要客户，我希望你们能为我们公司的利益考虑。好的，杜先生，我会慎重考虑的，您放心。好，再见。喂，方律师，有位伟达集团的杨太太要见您。让她进来吧。
好的。这么快？安律师，久闻大名啊，律师，你好。杨太太你好。我姓田，你可以叫我田总。田总你好。啊，董总应该跟您通过电话了吧？你看，我把我的离婚官司交给你们所，我也就是你们的客户了，在你们所里边，我应该也是大客户了吧？我今天来其实就一件事儿。杨伟达这个人呢，就算再不是东西，可毕竟我们是夫妻一场，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离婚，所以后面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它直接关乎于我能不能跟他顺利的离婚。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我的利益。我知道你们手里有证据，我作为你们的客户，要求你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公开这个证据，不能拿出来使用。只要能让我顺利的跟他离婚，顺利的接手我们集团，我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我们集团的法务我交给你们所来做，至于费用，你来提，都好商量。谢谢田总对我们律所的信任。但是，如果杨伟达涉嫌犯罪的话，我们是不能藏匿他的犯罪证据的。我现在可是你们的当事人，你们的第一任务不就是要确保我的利益吗？所以我们才对这个证据暂时保密啊。但如果这个证据存在，杨伟达是不会跟我顺利离婚的，到时候我损失的利益可就大了去了。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就喜欢跟明白人沟通。至于年轻人嘛，不懂事儿，我可以理解。但您是大律师啊，您考虑问题应该很全面。这可是咱们双赢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我等你消息。好，不打扰了，回见。选择就放在了我们的面前，一面是呢1年100万的顾问费进账，一面是呢一旦公开就变成了公诉案件，跟我们没关系了。怎么选？你们说怎么选？我说一句啊，打公诉案件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啊？一没有收入，二没有名声，我们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锅吗？可我们不能藏匿犯罪证据啊。可法律并没有要求我们提供对我们当事人不利的证据啊！你们在说什么？这可是犯罪！钱是要挣的，正义也是要的。我们是律师，得仗义直言，总不能只看到钱吧？啊，方律师，我支持。不是你能不拖了吗？啊，所有人里雇你来让你擦地似的。你说那些合伙人会做什么决定啊？就他们那些人还用说吗？那舍命也不会舍财啊。那倒也是哈。不过你说这视频，要是一公开，就彻底变成公诉案了，那咱们就连边都沾不上。哎，对，咱们还不光舍了财，连追求个正义的名声都追求不到。那要不？算了，还是等他们的决定吧。他们要是决定不公开，咱们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哎，但我的意思，这事儿它明明就是发生过的，对吧？你是不是真以为你叫罗正义啊？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对，来，来，踢我！哎，等会儿，待会儿再踢啊。喂，罗英子。罗律师，门口来了几个人找你。哦，好。律师来了，你就跟他说就行了，没关系。顾玉，这几位是？
这是我找来的证人。证人？他们都曾在杨伟达公司工作过，或者杨伟达曾经去看望过他们。他们都被杨伟达骚扰过，手里都保留着证据，而且他们都关注着我那个案子，都觉得杨伟达欺人太甚，所以他们找到了我。你们手里都有证据啊？我这有他给我发的短信，您看，赤裸裸的，太不要脸了。因为他，我都不敢去公司上班。我辞职之后，他还扣了我最后1个月工资。我上大学的第2年寒假，他跑来我家慰问，就在我家的炕上。当时我爸妈还在外屋给他做饭，真的太恶心了。我这里有好多他跟我的聊天记录，我这儿还有他事后给我的道歉信。罗律师、邱律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证人，然后也有这么多证据，那我再起诉他的话，我们可以赢了吧？秋华，我不怕你叫我罗正义啊。看见那么多受害者，我真的没办法为了钱帮他掩盖。可是，英子、秋华，真是气死我了！那些合伙人真不像话，我绝对支持你们。你支持我们什么呀？我们还没做决定呢。这时候还有别的选择啊？有啊，这世界上就2种选择，一种艰难的，一种容易的，看你怎么选呗。罗律、秋律、方律，请你们过去一趟。哦，好。方律，夏琳琳这次戒毒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半年。那在她戒毒出来之前，那个东西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泄露。夏琳琳不是我们的委托人，我们也没有义务去看望她，对吧？这样，这半年时间留给杨太太，离婚足够了。田总，久等了，方律师，这边坐。好。田总，我们特别希望和贵公司有长期的合作，所以呢，咱们已经达成共识了。谢谢。是这样，田总，您把离婚案交给我们所，我们一定会为您负责的。所以我们决定，在受害人出来之前，那个证据，我们绝对保密，绝对不会有第2个人从我们这里知道。所以你们的决定是不销毁？销毁证据那可是犯罪啊！田总，您看，那个女孩在戒毒所要待半年，那这半年的时间，打官司也该打完了。如果杨伟达知道他有一天可能有进去的危险，他是不会轻易跟我离婚的。他要知道他迟早会成为一个强奸犯，那你觉得性骚扰对他有威胁吗？有吗？杨太太，叫我田总。杨伟达强奸过一个女孩，他把这个女孩的一生都给毁了。您现在提出让我们销毁证据这样的要求，您不觉得过分吗？不过分。我是客户，我有权利提出要求。可我们掌握的是杨伟达的犯罪证据，跟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之前提醒过您，这件事情瞒不住的。就是说你们不肯做，我们不能做。OK， 没问题，这是双向的嘛。看来我是时候要考虑我的委托了。哦，还得提醒你们一下，董总的业务会跟着我一起走。1年近100万呢，不小的数目。其实方律师啊，你想过没有，杨伟达进不进监狱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吧？跟你们有关系的是1年这近100万，好吗？清醒一点。那，你作为女性，你有没有想过，被杨伟达伤害过的那些女孩，
我想得着吗？太可笑了！你让我为他们想，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应该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杨太太，请回吧。啊？杨太太，方律师刚才说的很清楚了，请回吧。你们怎么来了？最近怎么样？我看你胖了，脸色也好看多了。挺好的，每天按时睡觉起床做操。我出去也不会再抽了。琳琳，今天我们来是想告诉你，我们掌握了当年杨伟达强奸你的证据，就是那个酒店里的监控录像。其实这个监控录像一直在你前夫王建良手里，但当时他想用这个来换钱，所以就没告诉你。如果你拿这个监控录像现在去控告杨伟达强奸，他是跑不掉的。琳琳，受苦了。酒店的监控录像所展示的内容和你当时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你是被他强迫带进了房间。杨伟达这次终于要受到惩罚了。要不要我们帮你报警？要不要我们做你的民事赔偿代理人，向他要求民事赔偿？我们今天带了2份协议，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在这上面签字。那天的那条内裤我还留着，我就想，万一要有这么一天，我就不等到这天。董先生，您要是想解除对我们的委托，咱们现在就可以办理。但是您确定要这么做吗？杨伟达马上就要进监狱了，在这个时候，您选择和他站在一起，为他背书吗？别人将会如何评价你们企业的这种行为？你考虑过吗？方律师，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没办法呀。这都是杨伟达的老婆把我给逼的。杨伟达如果真的进去了，那我们何必与自己的律师过不去呢？是吧？要说你们那2个律师啊，真的厉害。这样吧，我决定了，继续与你们合作。那太谢谢您了。英子，当时我想放弃国宇他们的案子，去代理杨太太的时候，你嘴上没说，心里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哪有啊？我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你居然能从杨伟达身边多了一个年轻漂亮女秘书，就能推测出背后的关系，找到杨太太。说实在的，秋华，你都能当侦探了。我一直在你面前觉得很自卑，因为哪怕你身陷泥潭也能活得很从容，我就不想。我哪怕挣了很多钱，哪怕已经衣食无忧了，哪怕卡上有好几万，我都不敢多花1分钱。
我总觉得自己被什么阴影笼罩着。我以前总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安慰自己。我那时候觉得，人只有解决了生计问题以后，才有资格去考虑别的。但我现在突然觉得，人对于正义、对理想、对信念的追求，其实是植根于人内心深处的。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你静下来，你就会发现那根弦永远在那儿被拨响。说啊，这以后偏僻的地儿咱不来了，行吗？你是不是中邪了？哎，咱俩之间有一个有病就得了啊！你当那正常的行不行？你刚刚说那什么马斯什么斯洛，马什么洛？他还说我什么呀？你来跟我聊聊。请大家仔细看一下代理协议。我和秋绿愿意作为大家的代理人，向杨伟达提起民事诉讼。杨伟达及伟达基金资助了大家，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但这并不代表杨伟达就拥有了侵犯他人人格和对他人实行性骚扰的权利。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将会要求杨伟达及伟达基金对大家进行公开道歉。比诉讼结果更重要的是，大家把自己的事实说出来，告诉这个社会，被骚扰的受害者没有错，仗势欺人应该付出代价。用行动去鼓励这社会上更多的像你一样的受害者。哎，郭玉小姐，现在性骚扰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你有信心吗？首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这个案子的关心和关注。这次我们有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他们的出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案子，并且支持我们。同时，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一起指控杨伟达，这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对性骚扰说不。虽然性骚扰案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胜诉的案例比较少，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那法律就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果。今天我站在这里，不单单是要为自己发声，大家也都知道，被杨伟达侵害的夏玲玲女士也已经向警方报案了，她所受到的伤害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像关注我的案子一样关注夏玲玲。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她曾经犯过的错误而失去你们公正的判断。罗律师、邱律师，听说杨伟达性侵案是你们发现的，是吗？不是我们发现的，是无数的受害者用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努力去揭露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罗律师、邱律师，对于法院的判决，你们有什么新的展望吗？多行不义必自毙，杨伟达是咎由自取。本案的受害人至今还在戒毒所里，你们对于民事赔偿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的当事人受到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是他用他自己的勇敢去揭露了杨伟达，让杨伟达今天站在了被告席上。我们相信我们的当事人必将获得新生。谢谢。那对于本次案件，终于把那嚣张气焰给打进去了。哼，走。全体起立。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工作就绪，可以开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杨伟达到庭。被告人姓名：杨伟达，
你的出生年月日？1968年7月8号。干杯！干杯！真痛快。今天是这1年里我最高兴的。但是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这杨伟达只被判了5年，不过他也算是付出代价了啊。正义得到了伸张，虽然来得晚了一些。吴正义，傅律师啊，你俩不够意思呀！赢了官司，怎么能不找我这个手下败将跟你们一起庆祝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啊，陈无良？我看你不应只叫陈无良，你还应该叫陈不要脸，陈没脸没皮。怎么你给我起的名字，只要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怎么听着就这么动听呢？呸！哎，别人打了败仗都会羞愧而死，你怎么还好意思在我们2个胜利者面前说这种没脸没皮的话呀？差不多行了啊！不是那时候你输了官司来骂我，我苦口婆心的开导你的时候了。没我的鞭策，你今天能赢这官司吗？啊！我谢谢你啊，这瓶啤酒我请你。就是嘛。来，咱们呀给敬陈无良律师一个。哎。我觉得吧，如果有一天你死了哈，全身哪儿都可以火化，但必须有一地儿留着，就是你那张嘴，还得腌成腊肉。哎，不过今天为什么有人在法庭上突然变成哑巴了呢？被有些人给打败了呗。不过说实话啊，这2年还没人赢过我们。哟，是吗？那你惨了，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你。你觉得你有这能耐吗？有啊。那咱们就试试看。试就试试呗。好。咱再说回你的案子啊，这马上要开始了。你要求我一下呢，我可以让银行放你一马。打住啊！我就算被打死，我也不会被吓死。你放马过来。我就喜欢你这性格，我就喜欢你这小劲儿，真好啊！来吧，那就喝酒吧，你就当做大战之前的放松了。嗯，你都说大战在即了，还敢跟对方当事人喝酒呢？你快走吧，你上一个当事人已经入狱了，赶紧抱好你下一个当事人的大腿吧。想抱你大腿？臭流氓！九啊，师傅，您干嘛呀？我这么疼你，你怎么感谢我呀？您是我师傅。可师傅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也是有感情的呀。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到他身边工作的第2个月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有心不干了，但我的选择不多。后来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录下了这些音，留下这些证据。韩志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秋华，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可以拿这去报案，让他起码得到行政处罚。都是一个律所的同事，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方律，过的人是他吧？我是为秋华考虑，真的要闹得天下人皆知吗？方律，我犹豫了很久，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站在您面前，我就是做好各种准备来的。秋华，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作为所里的负责人，我应该及时的发现和阻止的，这是我的失职。但是秋华，你作为咱们所的律师，应该为律所的声誉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闹出去，良城所的合伙人
性骚扰手下律师，丢人的不仅仅是他，咱们律所的声誉也都要毁了。你确定这么做吗？方律，就算是毁掉好名声，那也是他毁掉的吧？如果秋华今天选择忍了不说，可还有明天。如果未来别人说了怎么办？我知道，我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吗？秋华，我听你的意见。方律，我是秋华的律师，我们最后的立场是，为了所里的名声，我们可以做出让步，但是韩之通本人必须在所里大会上公开对秋华进行道歉，并且经济上做出赔偿。所谓的经济上的赔偿，我们要的不是钱，只需要韩之通把秋华之前帮他办的案子没办完的那部分还给秋华单独做就可以。案子的事情没有问题，之前你主办的案子正常拿走，不要管他同意不同意。但是，公开道歉这件事儿，我们还能不能再商量一下？这是底线。你们坐。我身为一个女性，我对职场性骚扰深恶痛绝。但是我作为律所的负责人，我不得不为全所考虑。秋华，让他当众道歉，这跟公开有什么两样呢？但是秋华忍受了将近1年的性骚扰，精神上不堪其扰，他应该得到公开的补偿。但是这件事情别人并不知道啊，这么一公开的话，反倒让大家都知道。难道见不得人的是我们吗？秋华，你所受到的伤害和委屈，应该得到补偿。但我作为所里的负责人，我恳请你为所里的声誉做出一些牺牲和让步，这样可以吗？我马上去找韩之通，把他带过来，当着我和2位的面，给秋华道歉。我会向他提出训诫，责令他以后不许再犯。好，那为了所里的声誉，我们愿意做出最后的让步。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案子之外，我们要求韩之通必须亲手写下道歉书，并且保存在我方手里。我现在去找他谈谈。秋华，把你的手机给我解一下锁。你们在这儿等我。真是便宜他了。英子，对不起啊，因为我的事儿，方力宏对你不满，日后还有可能给你穿小鞋。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再说了，方力宏至于这么小气吗？是。小孙，这间呢就是你的办公室。一般的实习律师都是一个人一个格子，哪有单独的办公室啊？来，你坐下来先熟悉熟悉。你的日常工作呢，就是为我服务，从工作到生活。我真是个工作狂，一工作起来呢就不眠不休，所以呢特别需要人照顾。如果你表现得好的话，我也可以带着你办案子，我不会。干嘛呢，老板？方律师，认识方律师吧？昨天你们这帮刚来的，他给你们讲过话。方律师，他怎么坐这儿了？嗨，你不是一天老说着让老律师培养年轻人吗？你看看，翅膀一硬，全都飞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不是还得从头带吗？我让小孙当我的助理。小孙啊，出去找个空位子，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好。
出去找田律师啊。好。你也管得太宽了吧，方律师。进来。赶紧的，有话跟你说。又准备伸出你的闲爪子是吗？你什么意思？秋华，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你跟了我，他们居然去找你了，咱们就可以韩志东啊，一把岁数了，儿子都上大学了吧？啊，一点脸都不要吗？以前梅老师在的时候，你出那件事儿，不是已经警告过你了吗？这才几年啊，又犯！我也没干什么呀。哎呦，你还想干什么呀？想学杨伟达吗？你瞧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儿呢？我多放几段给你听听，啊，要不要听？我告诉你，就这点儿就够你喝一壶的了。律师做不做了？名声要不要了？回家怎么跟老孩子交代呀？这么大岁数，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告诉你。对不起，我错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找女助手。走，跟我走。去哪儿啊？秋华和他的律师在我办公室等你呢。他的律师？他找律师了？他还请律师了？谁啊？罗英子啊，你一手带出来的，多厉害呀！现在。他们威胁您了？这两个女的绑在一起，不把所里的老律师放在眼里，他们才来几天呢？啊，别的1年级律师现在还没案子找案子呢，他们俩已经有办公室了。你看他们嚣张那个样子，他们今天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明天也可以不把您放在眼里，咱们梁承祖还盛得下他们吗？说那么多有用吗？这事儿是你做错了，你现在呀，跟我去跟秋华道个歉。我还跟他们道歉？那你以为呢？你就看着他们蹬鼻子上脸是不是？那也得蹬啊，你自己作下的呀。人家说了，不道歉就去报案，到时候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有本事就让他们去报，去报！哎呦，哎，你现在这么牛呢？啊？那我可去说了啊。方律师，方律师，方，对不起，秋华，是我不注意个人修养，举止不端，给您造成了痛苦，我给您道歉。没说清楚，说你对秋华都做了什么？对不起，秋华，我的举止可能给你造成了误会，以为是性骚扰。到底是不是性骚扰？对不起，秋华，我对你有性骚扰不当行为，我向您道歉。秋华，韩主任作为一名老律师，也算是正式向你道歉了，接受吧。
哎，另外老韩，你手里的那些案子，秋华之前主办的，都给秋华做。什么？这是谅解你的条件之一。还有道歉书。什么？他们要求你写一份道歉书给秋华保存。不行，我不能留这个。秋华，是我把你留在这个所，没有我，你当初就找不到工作。我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你也不能赶尽杀绝吧？我一大把年纪了，要留下这个把柄，以后怎么做人？秋华，相信他今后肯定不敢。今天的事情，我也在场，我可以作证。你就放他一马吧，啊！秋华，放心，他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问吗？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敢保证将来不会对秋华打击报复，不再骚扰她，也不对任何女孩下手，这个录音永远不会用。也只能这样了。我要这上面的几个案子，这几个案子前面的工作本来也是我做的。传给。林总，我们走。新的生活开始了。老韩，这回踏实了，满意了？无所谓。哎呦，你还无所谓啊？我反正已经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破罐子破摔呗。但是方律师，人家今天能用这种办法制住我，明天也能用这种办法制住你啊！你以为我像你这么不堪呢？你敢说这辈子就不怕有把柄被别人抓住吗？喂，你好。哦，罗英子的案子要开庭是吧？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你看看，人家利用着你，你还得帮人家打官司。这什么话呀？我收了他的代理费，我就是他的律师啊，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地保护他的权益啊。你手底下这俩律师，等他们翅膀硬了，你真的觉得以后能够管理、制衡他们吗？老韩，我告诉你，以后不许找女助手，记住了。不找女助手。黄律，刚才法院来电话了，说你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我就是想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报案？罗英子，你平时不是拖泥带水的人呐。你丈夫已经跑了1年多了，难道对他还抱有幻想？对我来说，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只要你报案，公安机关一旦介入，材料一送到公安或检察院，这个案子就可能驳回起诉。他的刑事案子没结束的话，你的房产暂时就是安全的。那我们也有更长的时间来打这个官司。到时候如果真的判他有罪的话，你的房产能保住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我想想再答复您吧。没时间了，赶紧决定吧，好吗？秋华，出来一下。秋华，我知道你现在和罗英子关系很好。罗英子这个女孩呢，主意太大，又不爱为别人考虑。你作为她的朋友，应该提醒她，她的案子关系到的可不是她一个人，还关系到您的职业声誉。这些我都知道，方律。但他这个案子不管换谁来打，都是极有可能输的。就算您输了，他也不会怪你。你也不必考虑太多。能不考虑吗？收了他200万，保了他，还把他留在所里。其他合伙人对我是有看法的，因为他这个案子我已经输了1场，再输1场的话，别人怎么说我？为了钱，什么都不要了？他现在已经明确地说出来了，你不考虑，好吗？我现在身份是他的委托人，当律师得尊重委托人的意见吧。话虽然这么说，但他毕竟是咱俩的老板。首先是我的律师，然后才是我的老板。我会去跟他说的。反正老韩这件事上，他已经对你不满意了。你一会儿上去的时候，想想怎么跟他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咱又没做错什么。行了，那我去跟他说吧。你帮我拿着啊。千金，方律，哎，英子，过来。还是不想报啊？对，暂时还是不想报。为什么呢？方律，您别误会啊，我不是为了他，我其实对他这个人也不抱有任何幻想，只是说我相对比较了解他吧。我觉得凭他自己不会干得这么漂亮。我觉得幕后主使者绝对是那个闺蜜，所以我要是把刘明立了案，万一打草惊蛇，刘明是抓着了，要让那女的跑了，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抓到那女的。要这样的话，咱们的官司可是一定要输的哦。就是方律，您别往心里去啊，这一切责任都在我。明明有回旋的余地，一定要这么选吗？没有一个律师是喜欢输官司的。那方律，对不起您了，我也只能这么选择。行吧，既然你都这么选了，我无话可说，尊重你的意见。对不起啊，方律，那我去工作了。怎么样？你也别怪他，他因为你接连输官司，不高兴也是正常。
我没怪他，不过秋华，我以后的事儿主要不能靠他了，我也靠你。这半天我就坐在这儿想，如果温丽真的是你说的那种人，你觉得她会安心和刘明在国外过日子吗？你想说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刘明应该不是他理想的爱人，只是他的一个猎物。他通过刘明向国外转移了2000多万，你觉得他会安心靠这2000多万跟刘明过一辈子吗？他会不会还对其他人下手啊？其他人的话，我就认识他那前男友，也没什么钱。我还知道个人，他有可能会是温丽的猎物。怎么叫恒通房地产的呢？您好，你好，这个9层不是叫华鼎房地产公司吗？啊，早改名了。改名了？对，这老板还是孙华鼎是吧？他呀，他进去了。进去了？啊，对。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不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进去了。哦，那我们能不能上楼去问一下？他人都不在，您进去问哪个呀？那这个孙先生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您知道吗？听说好像是那个什么侵占罪，职务侵占。哎，对对，就是这个罪。他挪用了公司的钱，然后呢转移到国外去了，后来被发现，被判了3年。孙华鼎母亲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审核通过了，你们可以去见他了。进去吧。孙先生原来上的大学是在我爸爸那学校上的，他是建筑系，但他太太呢，是我爸爸的学生。2个人毕业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跟我爸有联系。刘明原来不是开公司吗？最开始的时候做什么赔什么。他们俩知道我们俩来京北了，就说来看我，然后我就把刘明介绍给他了。从那以后，刘明就专门代理他公司卖他的房子。他们俩对我和刘明都特别照顾。孙大哥，来了，英子，坐吧。英子，来找我有事儿。孙大哥，我现在当律师了。哦，这是我的搭档，邱华，邱律师。孙先生你好。哎，你好。您出了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让嫂子跟我说一声？自己做的事儿，后果就得自己扛，何必麻烦别人？我的事儿，先生不知道吧？对不起，我跟我爸说过了。我爸知道您的事儿以后，他就跟我说，让我以后要经常来看您，看看您需要有什么帮助。没什么需要，不过3年已经过半，忍忍就过去了。先生他还好吧？他很惦念您，总是会说他想不通您为什么就会犯这样的错。孙大哥，您不是一个太贪的人，可是您为什么就要犯这样的罪呢？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
这一切都是我该承受的，我也心甘情愿地承受。英子，谢谢你来看我。回吧。是因为温丽吗？您和温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愿意为她犯下这样的罪，甘愿把自己关到监狱里来？是强强他妈跟你说的吧？她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个女人真是无药可救。孙大哥，嫂子和您同学多年，跟着您一起来京北打拼，和您一起创立了这公司，另外一边还要兼顾孩子们的生活，你不能这么说她。她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的那个人了，这个女人变了，变得熊熊饥饿。她知道我和温丽的事情之后，居然要置温丽于死地。这么说，您确实是为了温丽职务侵占。事儿是我自己做的，跟她无关。那您侵占的资产都转移到了哪儿呢？这我不能说。您为了他，不顾自己一直坚持的做人的道德，侵占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弄到监狱里来，都到这种地步了，您还在替他考虑？不要用这种口吻说他，这一切跟他没关系，我是自愿的，我爱上了他，我为我们俩将来的幸福做点打算，有错吗？我相信您爱他，但是您确定他从始至终也爱过您吗？当然。温丽来看过您吗？我出事以后，那个婆娘和公司的股东们，像疯了一样，想弄死他，想把他撕了。我不能保护他，我已经很羞愧了，我怎么会让他到这种地方来？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当然知道，但我不能告诉你。孙大哥，我也知道他在哪儿。邱律师，他旁边那男人是我的丈夫刘明。他怎么跟刘明在一起？他和刘明一起跑了，跑到国外去了。临走之前还拐走了我们家所有的钱。其实他和刘明早就在一起了，只是您不知道而已。不可能，温丽是爱我的，而且她还怀了我的孩子。我进来以后，那个婆娘和公司的股东不断骚扰她，她为了保住我们的孩子，才出的国。后来，因为奔波、伤心，所以孩子没保住。她跟我说了，她在国外调养一段身体就会回来。她和刘明瞒着我跑出去的时候，跟我婆婆也说她怀上刘明的孩子了，所以我婆婆支持他们俩瞒着我转移家里的所有财产，跑到国外去。温丽她就一个肚子，她怎么可能同时怀上2个人的孩子？她根本谁的孩子都没怀。不可能，我不信。温丽出国，我是知道的。孩子没了，她很伤心，我也知道。她虽在国外，却经常给我写信，那信我都留着呢。不用说，那些信就是让您坚持在这里待下去的力量。当然，他肯定会在信上说，你们现在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爱。等熬过这3年，您出来了，你们将会继续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我也是女人呀。我要想骗取一个异性的信任，我也可以这样说啊。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他在骗我？我又不是3岁小孩儿。您相不相信？等真过了3年，您出来了，您将会看到您转移的资产全都划在他的名下，您一文不名，嫂子和孩子再也不会接纳您，结局就是您没了家，也没了名声，
也没有了财产。温丽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反正你说的我不信。我在这里，你说的我也没办法查证。孙先生，根据我们对温丽的判断，不管她偷了您和刘明多少钱，都满足不了她的欲望。她现在把您留在监狱里了，没准也已经离开了刘明。您刚才说她一直有给您写信，是吗？对呀，一开始1周1封，后来半个月1封。那她最近有寄信给您吗？您最近失去了跟他的联系了，对吗？我已经3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我想，肯定是他在外边遇到了什么事情。孙大哥，被人骗了不丢人，但是明明知道被人骗了，还要自己继续骗自己，这事就说不过去了。我不信，温丽对我绝对是真心的，这我心里有数。孙先生，他在勾引您的同时，也在勾引刘明。这个是他和刘明还有刘明母亲共同注册的公司的资料，公司的名字叫明鑫。您从公司转移出来的钱，是不是有一部分打到了这个公司的户头上？铁证如山，你还要选择相信他吗？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给你们。这个项目呢，我自己呢是倾向于 B 方案，各位怎么看？如果用 B 方案，利润很难达到大家的满意。我觉得也是 A 方案。B 方案看着设计感是很强，但实用性不高啊，而且利润也低。我们做地产不能只追求利润吧？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啊？华弟，这里我要反驳你一下，我们做房地产公司最重要的呢，就是赚钱。如果说你要搞艺术的话，可以继续回学校当老师啊。我们的合作伙伴刘明公司也派了代表吧？你们公司更愿意代理销售哪个方案的房子？我不能代表我们公司，但既然孙总问我了，我就说说看我的看法。我认为 B 方案全方位比 A 要优秀很多。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一定会选择 B 方案的房子。年轻人还是不实用。行了，不讨论了，就 A 方案了。哎，你好像忘了，这个公司我是董事长。那就 A 方案吧。今天开会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当着那么多人反对我。你做的 B 方案完全没有利润，公司是要赚钱的，不是为了让你完成理想的。你真是无药可救啊！你才是无药可救呢，干什么什么不行。你再说一遍。谁呀？这么晚还没走？孙总。哦，你不是那个温丽吗？对。你咋没回你们公司啊？是这样，我今天听了您开会的内容，对于 B 方案设计方面有一些细节不是很理解，就留下来整理一些资料。啊。我跟你们公司的人打过招呼了，我把这些整理完就回去。孙总，您是不是喝酒了？
酒味特别重，我给你倒杯水吧。好，那麻烦你送到我办公室。好的。啊。孙总，喝点蜂蜜水吧。哎呀，啊，谢谢。哎，公司还有蜂蜜呢。我去楼下买的，你快喝吧。啊，谢谢啊。文丽，你是真的喜欢我的那个 B 方案吗？当然了，我特别喜欢。哎，你看，这是。在我眼里，它就像一股清风，一张白纸，站在我面前，让我很安心。无论我说什么，它都会在小本子上认真的记，然后一丝不苟的去做。如果没做好，它还会背着我哭。没事吧？已经很久没有女人这么信任我，这么崇拜我，那感觉真好。这就是我新设计，想要就是你的。太漂亮了，孙总。来。孙总，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健身房吧？太方便了，都不用出小区。这是你所有设计里边我最喜欢的，孙总，我太崇拜你了。我也没想到，人到中年还能像年轻人一样恋爱，可这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有件事儿，刚才你们说错了，我转出去的钱没有转入你们刚才给我看的那个公司里，我以他的名义在海外偷偷地成立了一家公司，并以业务往来的方式把钱直接转到了海外。我知道公司的股东在查我，所以我把海外公司的所有股权都转给了温丽。进来之后，太太跟我离了婚，孩子也判给了他。但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有温丽，有藏在海外的钱。我以为他会一直等我，等我出去，与他携手共夕阳，做一对儿神仙伴侣。秋儿，我突然觉得特别毛骨悚然。孙华鼎口中的温丽哪像我当初认识的小白兔啊？温丽，你看你这桌子擦的跟画地图一样。好，这个。我让你把快递给我放桌子，放哪儿了？还在收发室呢，我没来得及拿，我现在就去啊！对不起，对不起，没长眼睛啊，还是故意的！你这是抹布！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送去干洗吧。干洗一下，说的那么容易啊？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哟，这是怎么了？你看他是不是诚心的？
我这衣服6000多啊！等会儿，我看看，徐姐别急，我看看烫伤没有啊？我胳膊没事，没事啊，徐姐没事，绝对没事。我上次那件外套啊，9000多块钱，那红酒也是洒了一身，后来拿干洗店就洗干净了，绝对没事，您放心吧。我说罗英子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他没给你打扫过卫生啊？哟，他把水洒我身上了，我也没有让他干，是他自己愿意干的。文丽，这是你自己愿意干的？哦，我自愿的。那你就不对了啊！我们那么大一办公室，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这要是你把我们事儿都干了，到时候领导看见了是夸你啊，还是说我们呀？以后事儿不许干了啊！我们大家都有手有脚的，就这点事儿怎么不能干？你去做你的事儿去吧。我后来才发现我对他一无所知。事发之前，我们俩认识也就不过1年多，但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进我们这单位的。他是属于那种没有编制的编外人员。哎，你来这儿这么久了，我还没跟你好好聊过天呢。你怎么进来的呀？就没想过找一个比这儿有点趣儿的工作啊？哪那么容易呀？文丽，你是哪儿人呀？我跟你一样，就北漂呗。我发现啊，北漂的好处就是大家都自己一个人，也都没什么关系。哎，你说的这倒是真的。哎，不过你要是想的这么明白，你就不能任由他们欺负你啊！以后他们让你买饭呀、什么打扫卫生啊、做咖啡这种事儿，你就别管，听不着，别搭理他们。我哪能跟你比呀？我就是个临时工。临时工怎么？临时工不是人呀！以后他们要是再欺负你啊，你就跟我说，我帮你收拾他们。谢谢姐。别客气。好，那以后我就依靠你了。没问题儿。后来我们俩就成为了所谓的闺蜜。之后他失去工作那会儿，我就把他介绍到刘明公司了。直到我发现他跟刘明一起玩失踪的时候，哎呦，我才恍然大悟啊！我真是对他一概不知，他到底那名儿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确定。这也不能全赖你，你又不知道你身边静悄悄地趴着一个吸血鬼，他无时无刻不在打量周围的人，寻找猎物。他的感觉很好，很快就能发现谁可以被骗，谁身上有血可惜。一旦被他瞄上，他就会趴上去，下嘴又快又狠，麻醉对方的同时还不让对方察觉，一直到把猎物身上的血吸光，再转移到下一个猎物身上。这样的人永远在路上，永远不会窒息。所以温丽和刘明不会守着钱过日子的，他肯定已经回来了，没准此时此刻已经盯上下一个猎物。真的有意思，居然又让我碰上。怎么了？我曾经接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女的认识了一个小老板，谈恋爱没几天就结婚了，结婚3个月卷走这个男的几千万，最后呢，她使用各种手段逼这个男的自杀。她所做的这些又没有违法，法律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温丽应该比这个女的更厉害，她不知道已经骗过多少个人了，不知道此时此刻她正在骗着几个。都在这儿呢。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啊，我同学跟我说了，刘明的居所现在好像就剩他一个人，成天蓬头垢面的，也不出门，也不社交，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去门口查信箱。不用说，刘明跟孙华鼎一样，被他用每周或者半个月一封的信牢牢地钉死在那儿。他现在应该已经卷着这些人的钱远走高飞了。罗英子，为了你，我再输一次，但是前提，这次一定要抓住他，一定。你要失去你的房子了。我知道，想要抓住他，
必须要付出代价。房子只是代价的一部分。兰兰，你回来了。兰兰，是你吗？姐，他们打我。而且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仅仅是他老婆，老周跟他一起打我。老周不是把从你这儿买的房子给我了吗？他老婆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今儿就找上门来，我俩就打了起来。那你说老周他是不是个混账啊？竟然帮着他老婆，他们俩一起打我一个人。姐，你也知道，他爱的是我，我们俩才是真爱。我就不信了，我年轻漂亮，他老婆就是个黄脸婆，我凭什么输呀？姐，你怎么一声不吭啊？坐吧。喝口水吧。兰兰，你得明白一个道理，人家才是一家人。出了事他肯定帮他自己老婆，因为那是他孩子的妈。而你呢？别说是真爱，就连爱都算不上，你至多就是被他包养的对象而已。你之前跟我说不要让我再管你的事儿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2次被打了。那我跟你说句实话，如果你还想不明白，还会有下一次，而且下一次你绝对被打得更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药我给你摆这儿了，还有毛巾和衣服，你先把伤口处理了，晚一会儿去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好好睡一觉。我希望你明天早上起来能够从头开始。我还有自己别的事儿要做，先这样吧。我就是不死心。我去了啊！谁呀，这么晚？老陈，你来干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你监视我？我监视你干嘛呀？你有那么大魅力吗？不是，那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你上次喝多了，我送你回来的。不可能吧？我记得，当时我只让你给我送到楼下了，没让你送。没送到楼上。哎呀，你指着你家报箱，你说你把我车开回来，把我车钥匙放到报箱里边，那报箱不写着你家门？知道了。房子其实条件一般啊。哎，大哥，别往里去了啊！条件一般还不是拜你所赐吗？你来干什么事儿啊？坐下说呗。不行呗？你的钥匙链吧，可能落我车上了啊，特地给你送过来了。算了，经你手的不想要，你到时候走了你扔了就行了。真不要啊？不要。那我就跟所有人都说，我说这个是罗英子律师送给我的定情信。哎呦喂，兰兰，快接着，咱扔垃圾桶里去。哥，喝水啊。谢谢。不是你认哥还挺快哈，我告诉你小心点他可是著名流氓。不能说你损够我没啊？啊，我有正事儿的。什么事儿？你的案子要开庭了，知道吧？这开庭了，不用你提醒啊，人法院传票早到了。开庭的话不会有别的结果，你那套房子是保不住的，所以你跟你律师就没商量一下什么对策呀？要不你跟我说说。不是陈无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那套房子还不是你挑着银行用野蛮手段从我这儿抢走的？不是也奇了怪了，我律师都没着急，你着急什么呀？你一个原告的律师跑到被告来这儿说这个，你到底想什么呢？你跟我说清楚啊！不是我没想什么，我就是想善意的提醒你。其实吧，你可以走另外一条路。我走哪条路都和你没关系，陈无良。你还有事儿吗？没事，赶紧回去吧。兰兰，送客，把门锁好锁紧啊！现在坏人可多了。怎么总这么冷淡呢？你说我这好心，好心没好报。走了，那个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我肯定接的。拜拜，罗正一。哥慢走啊！我才不给你打电话。